花80万买的新房子，竟然长出了黑色蘑菇，一天就能长高半米，一到晚上呢还会化成一滩黑水，看着非常瘆人。最诡异的是，拔掉后第2天就会重新冒出来，还越长越多，主人直接被吓哭了。物业把地板拆开后，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还要可怕。然而专家说的话却更加让人意外。反正就是上个月开始吧，具体是哪天我真是忘记了。蘑菇我们自己弄掉过三次了，然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。这是早上，这是晚上，然后昨天突然间，你看就一天的变化变成这样子。到晚上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着急，很多嘛，你刚刚也看到了，很严重的。然后我就带着小孩，我就在家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就哭啊。长蘑菇的地方在卫生间的墙角，大概呢1个月前，墙角第一次长出蘑菇，当时他也没太在意，直接拔掉了。但是没过几天，这种长相古怪的蘑菇又再次冒了出来，而且呢蘑菇开始长得越来越多，直到最近的一次，一下子竟然长出了7、8朵，甚至呢其他地方也开始长蘑菇。卫生间的吊顶上尤其严重，蘑菇白天是白色的，一旦到了晚上就变黑，还流出黑色液体，看着实在诡异。他找来物业处理，物业把地板撬开后发现，地板下不仅异常的潮湿，而且黑黢黢的一片，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卫生间的防水没做好，有明显的渗水现象。接连4次长出蘑菇，还一次比一次多，自己住的实在不舒坦。王女士找到开发商要求退房，开发商呢却一口咬定是王女士自己的问题，死活呢就是不给退。实在没办法了，他找来节目组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确定这蘑菇有没有毒。于是呢，记者又找到了菌类专家。现在从图片上看呢，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这个墨子鬼撒在腐木上生长的。它生长速度非常快。那么一般情况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像墨汁一样流下来，变成汁液的。专家还说，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惊悚，但这种蘑菇竟然是可以吃的，不过呢要在幼嫩的时候才可以，但最好不要喝酒，否则会出现中毒现象。不过专家强调，只要是野生类的蘑菇，他都不建议食用。至于他家为何接连长蘑菇，专家猜测木板上应该有很多孢子，孢子呢就相当于蘑菇的种子，再加上地板潮湿，刚好呢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合，于是就重新萌发生长了。要彻底解决王女士的心理负担，就要彻底解决墙角长蘑菇的事。专家建议，第一呢要对地板进行更换和清理，第二呢要保持屋内干燥和通风。在记者的帮助下，他再次联系上了开发商，对方表示会彻底进行清理。目前呢已经对卫生间的墙角进行了整改，原有的地板已经拆掉了，地基呢也进行了清理，之后还会重新做卫生间的防水，装上新地板，相信问题可以得到解决。60岁大妈来做 B 超，医生却在她肚子里发现了一朵花，花瓣清晰可见，甚至还有花粉。大妈说每次上厕所都伴有阵阵花香，刚开始呢医生是不信的，以为是未消化的生菜叶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发现问题并不简单，一朵完整的花呈现在眼前，检查过程中还脱落了一片花瓣，可以肯定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，看着就像在肚子里长出来的，而且胃壁上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白点点，还真有点像花朵的根茎，但胃里怎么可能开花呢？正常来说，即使花朵偶然进入体内，很快就会被消化掉。医生百思不得其解，接着询问大妈最近的饮食习惯。大妈说为了过年回家相亲，最近在努力减肥，只喝了大量的水，没事的时候就去学习插花。然后大家就在花篮里找到了同款花朵，大小一模一样。于是大家想到了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在她修剪花朵时碰巧打了个喷嚏，花朵掉进了水杯里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。正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水，胃液被稀释，不足以腐蚀花朵，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。为了验证这一猜测，医生还做了实验，让实验对象喝了大量水，吞下了几朵花，接着来做检查，果然就看到了一片花瓣。继续深入检查，但始终没有发现完整的花朵，像大妈一样保存完整的实属罕见。医生表示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，才导致了这种巧合。省流，韩国奇葩多，大家随便看看就行。村里老人每天不吃饭也要来这条小溪里泡一泡，他们说小溪里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神清气爽，有的还会把这水接回家，一脸笑意的表示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记者忍不住了，说什么都要感受一下。엄마야, 이 양반 왜 이런데요? 물이 너무 차가워요? 我严重怀疑这家伙是演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，但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真的有被电到，不过感觉挺爽的，甚至还有点上瘾。节目组摄像大哥看不下去了，你这演的太假了，你当观众是傻子啊？我来试试，这也没事啊。丈夫，海위에서靠！摄像大哥表示自己真不是演的，这石头真的带电啊。接着他们摸了摸旁边的石头，没有任何感觉，整条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专家也被电了一下。为了寻找答案，
大家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发现了一间房子，看样子很久没住人了。刚想进去了解情况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果然有电。看来这房子漏电了。拉下电闸后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那块石头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原因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电路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。没想到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。你们真是造孽啊！他每天都要喝杯新鲜的冰红茶，起床就去厕所接，从一天喝1杯，直到后来的一天5杯，已经持续喝了2年。他说每天吃的东西不一样，红茶口感也不一样，有时候咸有时候甜，尤其喜欢上火的时候，焦黄的颜色让他沉醉。最急的人是他女儿，怕他喝死了，劝他少喝点。大姐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喝着不过瘾了，直接把黄色液体当牙膏用，说刷完的牙变得更白了，甚至还把液体当眼霜和爽肤水，头发上也能抹一抹。洗澡时把液体加在浴缸里，洗完容光焕发，还能用液体洗鼻子，据说能治疗鼻炎。那他到底为啥要喝黄色液体呢？原来2年前他得了癌症，医生说最多还能活几年，于是他决定放弃化疗，找到了这种治疗癌症的偏方，而且他还认为这种偏方很环保，可以循环利用。女儿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看这黄色液体是否对癌症有效，如果真有效，那以后就尽情喝就是了。来到医院一检查，发现肿瘤扩散更快了，很明显这液体一点作用都没有，甚至还耽误了病情。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肿瘤，这样才有可能缓解病情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个村的老人每天不吃饭，也要来村口的池塘边蹲着，全都神色紧张地盯着池塘。有人还不停数着什么，因为最近村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，村口池塘里的金鱼神秘消失了，之前有50多只，现在只剩20多只了。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，老人们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，现在吉祥物没了，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。村长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，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，但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，找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，有人认为是黑头鹳干的，之前就在池塘附近看到过它，还有人觉得是水獭或者海狸鼠，甚至还有说是水怪的，一定就藏在水下，建议把水抽干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。大家越说越离谱，村长看不下去了，冷静分析了一番，认为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。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，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，安个监控看看吧。村长决定熬夜蹲守，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。村长边吃边等，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，终于村长睡着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，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，只见他快速穿过围栏来到池塘，很快抓到了一条鱼。你觉得这玩意到底是个啥呢？大叔只是在家泡了一瓶人参酒，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，只因这瓶里的人参实在不一般，泡在酒里5年后竟然死而复生，长出了新芽，新芽已经长到了6厘米。人参是大叔自己挖到的，泡酒之前就把芽都剪掉了，现在还能看到修剪的痕迹。泡完的酒一直放在仓库里，至今已近5年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一泡竟然泡出了怪事，邻居都说这颗人参成精了，是千年不遇的宝贝，甚至有人出高价想买这瓶神酒，但都被大叔拒绝了。大叔对这瓶药酒百般呵护，说喝了这酒气色都变好了，但药酒厂老板却表示，泡在酒里的人参是不可能存活的，况且还是52度的高度酒。猜测可能是大叔泡酒前人参就已经发了芽，难道大叔说了谎？没办法了，大叔接着展示了当初泡酒的照片，照片上人参确实没有发芽，那人参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呢？大家又找到专家，准备对人参进行解剖，取下一点在显微镜下观察。专家表示，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其实人参早就死了，但死掉的东西怎么可能发芽呢？专家猜测，泡酒前人参可能就已经长出了芽苞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而且人参表皮细胞非常坚硬，可以防止酒精短时间内渗透到里面，所以刚泡在酒里的人参还能存活一段时间，芽苞也能继续生长一个阶段，长到了6厘米的样子。随着酒精渗透，人参也就死掉了，最终就变成了这样子。他只是点了一份炒年糕，一旁的顾客都惊恐地看着他，这已经是他吃的第3碗了，不到3分钟又吃完了。紧接着看向菜单，点了第4份炒年糕，而且吃完就走，从不付钱。店主却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给多少，甚至还会给他打包一些带走。第2天等他再次来到店里，摄像小哥尝试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现得很慌张，东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小哥赶紧跟了上去，问他麻袋里装的什么，他还是一言不发，背着麻袋走进了大山。附近村民说他就住在山里，没人知道他叫什么，看起来已经流浪了好多年。据店主介绍，5年前他来店里吃饭，只吃了3块钱的炒年糕，看得出来生活很窘迫。出于好心，店主告诉他如果饿了可以随时来吃。没想到第2天他真的来了。店主说自己曾经也经历过低谷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觉得要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，从那之后就一直给他提供免费食物，这也是个不小的开支。附近饭店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，
1年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发现之前的年糕店搬家了，但店主还是会给流浪人员提供免费食物。我觉得天使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吧。在社会福利社的帮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汉也住进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这家餐厅的14号桌没人敢坐，连店主都不敢靠前。听到14号桌的服务铃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，因为一到深夜，14号桌的服务铃就会一直响个不停。但14号桌并没有客人，最关键的是桌子上也没有服务铃，电铃半年前坏掉就丢了。这诡异现象已经持续了1年，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，白天也开始响铃。据店主回忆，半年前有个人经常来他家吃饭，就一直坐在14号桌。有次和朋友发生了冲突，电铃也是那次坏掉的，一直没有安装新的。从那次起，这个顾客就没再来过。听说是出了车祸，也是从那时起，14号铃就开始一直响，就好像有东西在召唤一样，以至于店主现在听到铃声就会起鸡皮疙瘩。大家找来厂家售后，检查了餐厅里的每一个铃铛，都可以正常工作。接着又把显示器设备拆开，研究了半天，也没看出什么问题。但售后提出了一种假设，如果附近有使用同款电铃的商家，恰巧频率一样的话，别人家按响14号铃，可能会导致他家电铃也会跟着响。大家接着走访了附近所有商家，并没有找到使用相同设备的商家。没办法了，节目组又咨询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，专家说附近有几个大型的广播站，有可能是广播站干扰到了信号，但这也仅仅只是猜测。如果是广播站影响的话，这条街的店铺都应该出现这种现象才对，为什么偏偏只有他家受到了影响？诡异的铃声还在继续，直到最后也没能解开谜团。咖啡里加入半瓶辣椒酱，没有酸甜，只有苦辣。大叔说这才是咖啡的正确搭配。啤酒里自然也少不了辣椒酱，喝这么一杯顶过去2杯，就连吃冰淇淋都要加辣椒酱，冰火2重天的口感，很像是吃生鱼片。更奇葩的是，他喝感冒药也要加辣椒酱，说这样容易出汗好得快，剩下的一点药汤里再加上米饭，这样更有食欲了。他出门都会随身带着一瓶秘制辣椒酱，吃炸酱面要先来1勺免费辣椒，再加入自己秘制辣椒酱。朋友只是闻了一下就辣到咳嗽，大家都避之不及，但大叔却毫无感觉，几口就吃完了。接着倒了一杯水，水里也要挤入辣椒酱。他说这叫原汤化原食。不仅如此，连他7岁的儿子也酷爱辣椒酱，吃饭前先来上一碗泡菜汤汁开胃，接着在米饭上拌辣椒酱，这还只是家常便饭。最狠的是他连黄桃罐头都要蘸辣椒酱。刚开始摄像小哥以为是番茄酱，尝了一口，确实厉害，不仅是辣椒，各种各样的芥末也是他的最爱。那他们真的健康吗？经过检查，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儿子很幸运，暂时没发现问题。医生还是建议少吃，毕竟正在长身体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随身带着2瓶风油精，没事就赶紧往眼睛上涂，边涂还边笑。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产品说明上明确表示不能涂在眼睛周围，但大叔却根本不在意，专门往眼睛上抹。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一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却说自己根本就离不开风油精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。洗完精神抖擞，旁边的大叔看得一脸懵，真的不疼吗？他决定试一试，结果刚涂完，大叔就直呼太酷辣。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呢？大叔说之前眼睛受伤了，看不清东西，偶然用了一次风油精，整个世界都清晰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医生说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泪液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异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，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损伤严重，风油精还加重了病情，导致了角膜白斑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。随后医生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，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要相信科学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每天必须随身带一根木棍，时不时就要拿着木棍去厕所，不然就会生不如死。只见他不停地用木棍捅嗓子，导致呕吐不止，老伴满眼心疼，说严重的时候即使这样做也没用。这到底是在干啥呢？原来大叔饱受打嗝困扰，一天24小时不停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，头发都掉光了，甚至还得了高血压。他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躺着喝水，一直口含柠檬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去过很多医院，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，他会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咙里催吐，这样会让他好受一些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6年前开始的，当时母亲刚去世，对他打击很大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，打嗝从那时就莫名其妙的开始了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带他来到了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除了有一点胃炎外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脑膜中有一部分变得很大，压迫到了神经，继而刺激到了横膈膜，使得横膈膜异常收缩，导致不断打嗝。变大的这一部分，医生猜测可能是良性肿瘤之类的，有一种药可以抑制它的生长，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叔激动地哭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他向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6天没有打嗝了，精神面貌也远超过去，成了一个正常人。
他只是张张嘴，就把所有人吓到花容失色，因为他天生就有个长舌头，足足有10厘米，和朋友一对比，感觉比别人长1倍，舌头可以轻轻松松舔到鼻子，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快，不借助任何工具，杯底被舔得干干净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之所以有这么长的舌头呢，一方面是遗传，另一方面是经过他长期训练，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，能很好的控制舌头。经过测量足足有10厘米，确实挺奇葩的。比他更夸张的是下面这位大姐，她全身没有骨头，把手固定在凳子上，她可以围着凳子转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，她却能轻轻松松转360度，用圆规画圆也能一气呵成。不论是弹钢琴还是开车，一只手都游刃有余，然而他身体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，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绷直，双手也够不到地面。他觉得是因为自己手臂没有关节，所以才能旋转360度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来医院一查，关节还是有的，只不过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大，所以才能进行360度旋转。一群男顾客看到服务员大姐就齐刷刷的摸肚子，他们并没有恶意，只是想看大姐身体的奇葩反应。她只要看到别人摸肚子就会打嗝，电视上有人摸肚子，她也会止不住的打嗝，然而摸自己肚子却没有任何反应，大家都觉得她是演的。当着她的面摸了下肚子，大姐看到果然就打起了嗝，这给她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。她在餐厅工作，顾客酒足饭饱后都会摸一下肚子，这使得她打嗝不断，有一次还吐到了锅里，顾客一下子都不饿了。后来顾客都知道了她这种怪癖，还开玩笑似的当她面摸肚子。关键大姐吃得很健康，也不喜欢喝可乐之类的气泡水，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查出任何毛病，她还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也没有任何改善。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进行了更彻底的检查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现在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原来这情况是5年前开始的。有一次丈夫肚子痛，她帮丈夫按摩，按着按着就情不自禁地开始打嗝，丈夫看到大姐打嗝，肚子立马就不疼了，但大姐却变成了这样。医生认为她内心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，认为打嗝后肚子就不疼了，就这样无意识中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。要改变也很简单，以后生活中不要太在意打嗝这件事，顺其自然，想打就打，把注意力转移到当下要做的事情上，慢慢就会正常的。每到深夜，健身器材上就会吊着一个怪东西，来回摇晃，看着像人但又看不出腿在哪。大家决定白天再来，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妈倒挂在上面，一动不动。小哥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大妈一句安宁哈撒哟，吓得小哥连连后退。大妈说自己在锻炼而已，问他多大年纪了，大妈说也没很大，今年72，每天都要倒立5个小时，说这种倒挂方式能锻炼全身，说着就展示了一遍，动作行云流水，这把旁边的大妈都看傻了。小哥欠欠地问有没有尝试过这种锻炼方式，大妈露出了一副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大家找来4个小伙子和他 PK， 小伙子们信誓旦旦，根本不把大妈放在眼里。比赛才过了1分钟，有人就双腿不停颤抖，很快败下阵来，另一个还可以，足足坚持了2分钟才缴械投降，只有大妈还在一动不动地挂着，显得十分轻松。剩下的2个小伙继续挑战，没过2分钟也放弃了。即使在家里，大妈也不会停止锻炼，就这样倒立看电视。一旁的老伴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做菜吃饭也要时刻劈叉来锻炼柔韧度，甚至在他70岁的那年还得到了瑜伽教练的证书，真的是有够疯狂。他的眼睛会喷水，倒上一杯汽水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5分钟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其他几个绝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。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呀。接着打了几个喷嚏疏通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原来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。听说世界纪录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下。他把一坨大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大便价值1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金鱼的便便，名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。拿在手上，明显比真正的石头要轻很多，闻起来还有种雨后的泥土味。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大便是在自家养鱼场发现的，他本来以为是块石头，随手扔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长这么大哪见过这情况？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表示，他们这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过金鱼，哪来的金鱼大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
专家说龙涎香其实是鲸鱼体内的一种结石，非常稀有，可能100只鲸鱼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。接着对着大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简单的测验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接着对其取样化验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离财富自由越来越近了。然而一番分析后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块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：“你才是我的臭宝呀！”